电笔怼2下就找到问题了啊！你看现在压力上来了啊，蹦转了。来的时候是蹦不转，你看压力很低啊。这是我回来后换的图纸啊，咱们先看实物，最后分析原理。这是供暖系统的定压补水泵啊，它不转了。先用电笔测量一下输入电压，都是正常的。现场工作人员把下边2颗保险已经拿出来了，他说怀疑保险有问题，那就测量一下吧。接着地针这，接好了，好了。2个保险是没问题的，装入保险。接下来就是我用电笔怼了怼这个中间继电器，哎，它就正常了，那就说明中间继电器触点有问题啊。它这上面4组触点呢，咱们就另换1组就行了。保险期间的话，可以把其他上面3个连起来，下边3个连起来，这样就当1个触点用，这样更保险。现场又观察了一会儿，启停都正常，画了一个原理图啊。只要是1个中间继电器加1个交流接收器的，基本上是大差不差，因为它原机那上也没有限号，也没有原理图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大概原理啊。QS 是空开，然后下边 KME 是交流接收器 ，FR 是这个热继电器，下边 M 就代表电机，也就是水泵。再看一下2次回路，2次回路你看取自 L2 和 L3， 那就说明这个交流接收器它这个线圈是380伏的。这里有个手动自动开关。当打到手动状态的时候，下边这一部分它是不起作用的，因为电流这样过不来。电流经过开关，经过这个停止按钮，再到这个启动按钮。当你这个按下去启动按钮的时候，电流这样过来，经过 KME 线圈，然后到 L2 就形成回路了。这时候线圈得电 ，KME 这个常开触点就会吸合。同样，这也是 KME 的一个辅助常开触点，它也会吸合。松开启动按钮后，电流会经过 KME 的辅助触点，仍然给线圈供电。这是手动状态。当按下这个停止按钮 SB2 的时候，它就切断了 KME 的供电回路，所以说水泵就会停止。咱们再看一下自动状态啊。自动状态的话是 L3 经过这个开关，然后到这里，手动这边这个电流是过不来的，因为断开了。这有个低，这有个高，也就是电节点压力表内部的一个低限位开关和高限位开关。具体电节点压力表那个内部是啥结构呢？大家可以搜这个视频啊，当时我讲的非常清楚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咱们看一下自动状态下电流的流向，从 L3 这样过来之后，通过 KA1 也就是中间继电器的长臂触点过来到这里，你看2个都是断开了，只有这个低限位就是水压不足的时候，低限位它会闭合之后呢，电流就经过这个电节点压力表，然后呢过来之后给这个 KME 线圈供电，你看这样不是形成回路了吗？这时候呢交流接收器 KME 它就会导通之后，你看同样原理，这儿有个辅助触点也会闭合之后呢，即使这里断开了，它仍然会工作啊，这个电流持续通过这里可以给它供电。它什么时候会停呢？当这个压力达到我们设定的上限压力的时候，这个开关会闭合。这个开关闭合的话，你看电流过来，这个 KA1 这个线圈就会得电 ，KA1 的长臂触点它就会断开，这儿一断开，然后呢 KME 这个线圈就没电了，所以说就停机了。原理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我用电笔怼来怼那个中间继电器呢，它就正常了，就说明这个触点 KA1 这个触点它接触不好，人家这个低限位开关这儿都接通了啊，就等它呢，但是呢它接触不良，怼了2下它接触良好了，所以说水泵就启动了。知道原理之后呢就很简单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